虫子看出楚不复思念公可然，决定要在这里种植花草树木，净化湖水，帮助楚不复追回公可然。楚不复有所触动，略施法术，只见漫天愁云迅速收尽，天光乍现，晴空万里，目光所及之处，枯木杂草变作绿树鲜花，魔宫地狱是人间仙境。原本楚不复是陪着仲子去衣铺选布料，到后来竟被一件红色嫁衣吸引，幻想着公可然嫁给自己的场景。在虫子的坚持下，楚不复亲自去找公可然，深情款款地表达着思念之情，甚至愿为他舍弃魔丹，远离仙界和魔界。公可然闻言深受感动，决定接受楚不复，岂料玉虚子竟率领众弟子包围。玉虚子趁着楚不复无暇分身，直接突袭公可然，使其身受重伤。虫子发现二人都被困在阵法里，毫不犹豫凝集灵台印对抗玉虚子他们。因为灵台印遇强则强，玉虚子难以招架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虫子等人逃走。公可然跟随楚不复来到万劫之地，看着漫天樱花飘落，内心五味杂陈，紧接一言不发回到房间，终是支撑不住呕出鲜血。从那天以后，楚不复和公可然的关系重回原点。虫子作为中间人，主动打破僵局，带着楚不复买的嫁衣去找公可然。云姬跋山涉水抵达不周山，为采集敌苗险些坠落山崖，而他始终记得仙子的告诫，若是想要在不周山上采药，须得真心诚意。果然云姬脱离危险后采到敌苗，听雪看着他这般高兴，思及洛阴凡对虫子的态度，心里为师父愤愤不平。虫子使用灵台印救走楚不复的消息传到南华，昆仑掌教更是修书一封交由闵云中，岂料闵云中居然销毁信函，封锁消息，防止洛阴凡知晓此事，以免他受虫子牵制。余度提醒闵云中是在自欺欺人，就算他能阻止虫子，也无法干涉洛阴凡的选择。上次玉虚子重伤公可然，一掌极深，已入骨髓，公可然自知时日无多，故作冷漠，拒绝再给楚不复希望。虫子拿出楚不复买的嫁衣，劝说公可然珍惜眼下，切莫等到失去后悔。这天夜里，虫子坐在树上捏泥人，思念着重华宫的师傅。洛阴凡亦是如此。沐浴已经知晓虫子使用灵台印的事情，包括秦科等人在内，唯独洛阴凡尚且蒙在鼓里。秦科追究洛阴凡心底真实想法，是否会选择相信虫子的清白，洛阴凡没有正面回应，但是沐浴看出他已做出抉择。尽管洛阴凡还在赌气，可当他看着重子抄写的糕点改进之法，不免黯然神伤。公可然经过深思熟虑后，穿着红色嫁衣来见楚不复，表示无论神仙亦或妖魔，只要是心里思念之人，若能相见便当见，若能相守便相守，怎可因条规桎梏辜负对方，如此才是最大的心魔。在虫子的见证下，楚不复和公可然生死许诺，结发为夫妻。公可然温柔浅笑，亦是娇比花艳的新娘，就连冷酷无情的魔界至尊，此时此刻已然恢复当年温雅。昔日抚琴沧海，而今相伴魔宫，这般美好的画面令虫子心生憧憬。云姬寻得嫡苗赠与洛阴凡，并且认为洛阴凡是虫子的师傅，也是最了解虫子的人，倘若像旁人般质疑虫子，恐怕会把他推向万劫深渊。洛阴凡闻言茅塞顿开，只身一人前往万劫之地，继而吹响藤笛，召唤亲缘妖兽攻击结界。其实结界之内，公可然亲自为楚不复蒙好双眼，提出重温儿时常玩的游戏，欢声笑语间透着苦涩。虫子默默站在旁边，眼看公可然含泪诀别楚不复，一对痴情眷侣阴阳两隔。等到楚不复摘下蒙眼布条，公可然早已烟消云散。暮云暗卷，池上烟生，满树花瓣凋零，景色犹复凄凉。短短一夜，似过数年，琴声彻夜未歇，至天明，带着最后一丝羁绊，如晨雾般消散。虫子抬头再看去，楚不复变得苍老憔悴，黑丝3000变成银霜。楚不复亲手埋葬公可然，同样是命不久矣。临终之际，向虫子道出实情。当年仙门3000弟子受命赴昆仑取剑，送回南华净化，可在路过陈州时，夜里出了事。正逢北斗之气降临通天门，机会难得，洛阴凡和余度等人都在南华通天门合力强取6界碑灵气，用来净化逆轮之剑。所以楚不复为避免魔剑落入魔界，唯有以身殉剑，
至于魔剑真正的宿主便是虫子。楚不负出狱，虫子就发现他身上的煞气，本想设下法术避免天之邪发现，结果阴差阳错让他成为洛阴凡的徒弟。虫子懊悔万分，觉得是自己害了楚不负。然而楚不负无怨无悔，告诫虫子千万不要步自己的后尘。话音落，楚不负缓缓倒下，虫子悲痛欲绝，忽闻一阵震耳欲聋的巨响。当年白衣哥哥名满天下，又因入魔背负骂名，昨日不复，今日万劫，便有这万劫之地。如今人不在，术法自解，问谁记得？昔有长生宫首座弟子楚不负，慈悲济世，沧海情歌，孰料心系师门。随着结界消失，一道熟悉的白色身影走来，虫子扑进师父怀里，嚎啕大哭。须臾，一缕元神注入魔剑，洛阴凡见虫子面露不解，表示楚不负以身祭剑，元神留在剑里，并且承诺会将元神与魔剑剥离，助其重生。很快，洛阴凡带着众子邪魔剑归来，南华上下欢欣庆贺，也不追究虫子的过错。闵云中、于度二人合力帮助洛阴凡净化魔剑，直至魔剑彻底归属南华，告慰师尊在天之灵。然而洛阴凡心里清楚，魔剑净化完成之时，便是楚不负彻底消弭于世间。他举起酒杯祭故人，隐瞒这个足以令虫子伤心的秘密。也正因如此，洛阴凡意外知晓虫子对自己的感情，心情变得极其复杂。虫子察觉到洛阴凡对他有些冷淡，误认为还在生气，尝试做糕点失败，索性端来一盘鲜果。洛阴凡毫无胃口，反倒是对虫子制作的糕点产生兴趣，忍不住尝了几口。经此一事，众子心性稍有改变，整日待在紫竹峰，沉默卑微的令人匪夷所思。洛阴凡从万劫之地带回须天蛇，想着他能陪伴虫子解闷，若是教化得当，彻底根除魔性，也算为楚不负弥补过失。趁着仙门难得清闲，洛阴凡带着虫子下山游玩，听闻他与楚不负来过这家酒楼，难免有些吃味。虫子为避免造成误会，反复强调洛阴凡在自己心里的重要位置，一度想要告白，尽管他没能说出口，洛阴凡却显得局促不安。魔剑再次落入南华派，隐护法和梦姬咽不下这口气，故意找仙门弟子麻烦，伤害无辜百姓。王月狂言迟早攻打南华，清理六界。消息传回仙门后，闵云中火冒三丈，可他和于度冷静思忖，觉得事有蹊跷，决定找洛阴凡商量对策。原本虫子以为今夜会有花灯节，奈何皇帝出征禁止百姓娱乐，所谓花灯也就是摆摆样子。洛阴凡施法点亮全城花灯，漫天烟花绽放，煞是好看。虫子送给洛阴凡一块玉吊坠作为回礼，虽然玉佩质地普通，算不上名贵的玉，好歹是他的一番心意。虫子希望洛阴凡留下玉吊坠，哪怕是挂在崇华宫里。洛阴凡闻言戴在手腕上，承诺永远不会摘下。也正因如此，虫子鼓起勇气向洛阴凡表白，认为彼此间的关系并非寻常师徒。但是最关键的一句话还没说出来，洛阴凡收到消息要立马返回南华。如今魔族异动，意味着魔剑净化需要加快进度。纵然洛阴凡万般不忍，可他别无选择，又不敢告知虫子真相。当晚，洛阴凡回到崇华宫，叮嘱虫子这段时间切莫去六界碑，并且透露各大门派仙尊齐聚南华，不便于他出面应付。秦科通过家书获悉叔父获罪遭贬，父亲决意北上清君侧，自立为王。于度没有阻拦秦科下山见父亲，只是提醒他修仙者不要过多干预人间之事，否则就是逆天改命。正当秦科迟疑不决之时，虫子的一句话点醒他，思来想去选择留在仙门，放弃下山的想法。清华公主还未出发前往南华，卓浩已是迫不及待想要跟着一起去，坚称自己对虫子是真心实意。起初卓耀死活不同意，可在妹妹云姬的劝说下，勉强答应带卓浩去南华，认为他只要撞几次南墙就能死心。随后各派仙尊陆续抵达南华，共同商议净化魔剑的事情。玉虚子和明公主率先提出要看看魔剑，其他派仙尊又不好多言。洛阴凡带着他们来到六界碑，岂料依附在魔剑上的残魂有些异常，幸好洛阴凡及时压制住，在场众人越发坚定毁掉魔剑的念头。卓浩趁着大家都去看魔剑，急忙跑去找虫子，向他展示自己新学的绝杀之技海之焰。
转瞬之间，周围景象幻化蓝焰星空，光雨洒落，似飞花，又像萤火，飘渺且美丽，看得虫子目瞪口呆。仅是片刻赞叹之后，虫子听着卓浩发自真诚的告白，心情极为复杂，只因他对卓浩并无男女之情，并且发誓要永远留在紫竹峰。反观燕珍珠早已听闻卓浩风流浪荡，身边的妹妹数之不尽，提醒虫子千万不要受其蛊惑。事实上，虫子完全不在乎卓浩有多少妹妹，而是担心师傅会同意清华宫的求亲。此刻闵云中和于度都为魔族之事犯愁，何况虫子也是无法忽视的隐患。于度看出洛阴凡对虫子的感情不一般，姑且不论虫子的去留问题，唯恐他会耽误魔剑净化。但是洛阴凡完全听不进于度的劝告，表明无论虫子是否会耽误魔剑净化，自己都会严加看管，同样不允许外人干涉。于度无奈洛阴凡的固执，抬眸注意到虫子早已站在门口，而他面色苍白，目光飘忽，缓缓扫过三人，最终停在熟悉的脸上。虫子已经接受自己天生煞气的事实，又不愿令师父为难，索性献计提出舍弃肉身，魂魄封印在拘魂境，若能寻的办法根除煞气便好，就算无法可解，照样压制血咒。话音刚落，于度立马反对，闵云中与他观点相驳。坐在上首一言不发的洛阴凡突然起身，面带怒意，责令任何人都别想伤害虫子。洛阴凡带着虫子回到崇华宫，脸上神情万年不变，怒意未消半点，岂料竟被虫子拽到面前。突如其来的近距离令二人微怔无措，虫子率先反应过来，环住洛阴凡的脖子就要吻过去，洛阴凡急忙把他推开。这一瞬间的动情引发虫子体内的噬心毒，洛阴凡看着面前的小徒弟，震惊、自责、爱意涌入心头，化作五味杂陈。洛阴凡隐去种种杂念，告诫虫子好好修行，看似安抚带着冷漠，虫子强忍伤心应下，又怎知他被感情所累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大家都在筹备净化魔剑，隐而不宣，唯独仲子尚且不知实情。虫子恢复往常的生活，只是发生上次的事情，他已明显察觉师父越发疏离，所以希望彼此能够恢复从前的关系。秦柯委托于度带他转交书信给母亲，彻底放下对凡尘的羁绊。于度欣慰秦柯的悟性，可当知道他对虫子的心思，笑意逐渐消失，便想暗示他放弃，除非可以赢过洛阴凡。司马妙元关心父皇的安危，恳求闵云中准许他下山未果。闵云中希望司马妙元意识到他苦心修行多年不如人，并非源于天资差，归根结底是修行过程中杂念太多。此时虫子独立于崖边，看着燕珍珠和乘风师兄出双入对，思及自己和洛阴凡，心里羡慕又黯然。司马妙元因为闵云中的话迁怒虫子，刚要出手教训，就被卓浩阻止，只能愤愤离开。卓浩明知虫子喜欢洛阴凡，还抱有一丝希望痴情告白，可惜仲子态度依旧，而他彻底心灰意冷，提醒虫子不要执着这段感情，毕竟在洛阴凡心里只有天下苍生。卓浩盛怒之下去找洛阴凡，斥责他完全不配得到虫子的喜欢，随之一剑挥出，洛阴凡轻而易举拦住，没有跟他计较。两人之间实力悬殊，卓浩意识到自己不够强大，决定要好好修炼法术，终有一日打败洛阴凡。没过多久，人间朝代更迭，司马家的王朝已经不在，秦柯父亲辅佐新君王成为功臣，其中的恩怨血仇间接影响司马妙元对秦柯的态度。秦柯希望司马妙元不要因此怪罪自己，更不应该再为人间的权贵斗争而烦恼。他们已经是修仙者，就算无法守护每一个人，也可以创造出没有纷争的六界。抛去公主身份的司马妙元依旧是南华大师姐。虫子发现司马妙元用四海水镇压残魂，从而知晓魔剑的秘密，急忙找洛阴凡询问真相。洛阴坦然承认，为了天下苍生，六界大义，他不得不这么做。虽然虫子理解洛阴凡，可他同样心疼楚不负，一袭白衣翩翩，在自己误入迷途时无人搭救，最后还要落得以身祭剑，形神俱灭的神仙。洛阴凡顾虑魔剑净化前会有异动，便在崇华宫周围设下结界，交代虫子不能随便外出，更不能再去探望楚不负。仲子伤心，追问洛阴凡是否也会如此待他。洛阴凡没有正面回应，答案显而易见，
虫子含泪看着他远去背影，人走电空。崇华宫更加冷清。天之邪秘会黑袍女表示自己会想办法在朔州弄出动静，引开洛阴凡，待他离开后再做行动。很快，魔族大举进犯南华，闵云中等人率领众弟子迎战。众子顾不得洛阴凡的叮嘱，火急火燎赶往六界碑，沿途发现许多弟子的尸首，就连燕珍珠都受了重伤。眼下情形不难猜测，南华混进奸细。虫子确认燕珍珠尚无性命之忧，赶紧跑去查看魔剑。负责看守魔剑的司马妙元似乎有些异样，强忍不适，怒斥虫子擅自闯进来，继而昏迷倒地不省人事。明明身边再无其他人，却有男人声音传出，蛊惑虫子冲破结界取出魔剑。正当虫子迟疑之时，虚天蛇终成护主，舍命一搏，血洒无方珠，使其光滑皱脸一同跌落，化为灰烬。刹那间，一群人从外面涌来，为首者正是闵云中和洛阴凡他们。司马妙元醒来，指控虫子给自己下毒，毁损无方珠，破坏净化阵。虫子百口莫辩，终于体会到楚不复的感受，不禁怒从心起，煞气乍现。在场众人大惊失色，仿佛看到昔日的魔尊逆伦，魔剑的下一任宿主，他的宿命到底还是要在这里终结。楚不复为保护虫子而灰飞烟灭，更加激发虫子的怒意。洛阴凡竹波冷然出鞘，看似温和，实际凛冽的剑气蕴含着摧毁万物的力量。还未等大家反应过来，洛阴凡一剑刺穿虫子，反观虫子无悲无喜，轻轻靠在洛阴凡的后背，似有解脱之意。